黃金跌穿$4000，白銀也一起大跌。更重要的是，以黄金现貨来看，这次不是普通回調，而是幾乎把2026年的漲幅全部回吐，從1月$5300多的高位一路跌回接近去年11月的水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不是說世界越亂，黃金越值錢嗎？中東局勢、通脹、美債、美元、信用這些問題都還在，為什麼黃金反而跌？我先用最簡單的說法講，黃金跌不等於黃金沒有避險作用。這就好像雨傘，下雨的時候雨傘當然有用，但如果全街的人一窩蜂去搶雨傘，把一把雨傘的價錢炒得很高，之後有人覺得太貴，有人想先賣掉套现，雨傘價錢一樣會跌。問題不是雨傘沒有用，而是太多人用炒賣的心態去買它。黃金也是一樣，它本來可以是保險，但當很多人不是為了保護資產，而是因為金價一直漲才追進去，期間還有許多權威人士預測金價會更高，吸引更多投機的資金，黃金短期就會變成一個熱門買賣。一旦黄金不再漲，那些投機的熱資就離場，價格就會跌得很急。今天我想帶大家看清楚，這次黃金白銀大跌背後真正的推手不是一句避險失效可以解釋，你要看懂的是誰在買，誰在賣，誰最急，誰最有耐性。大家好，我是 Chief 爸爸張志雲，在這個頻道裡我會分享我投資30多年的經驗和心得，希望幫助大家避開股災，找到10倍股，讓財富滾雪球。很多人看黃金習慣用一句話判斷世界亂，黃金應該漲。這句話不是完全錯，但它太簡化，因為任何資產的短期價格不是由一句長期邏輯決定，而是由今天市場裡面最急着成交的人決定。這個人我們可以叫他做邊際買家或者邊際賣家。這是什麼意思？假設一個社區裡面有100萬人，90萬人都相信樓是好資產，長遠可以保值，但今天真正決定成交價的不是所有相信樓的那90萬人，而是那一個現在急着賣樓套現的人和那一個現在願意出價的人。你看，不是那90萬對10萬，而是那2個邊際人才是決定成交價格的人。黃金也是一樣，長期來說，央行可能仍然想分散美元風險，家庭可能仍然想保護購買力，投資者可能仍然想對冲極端事件，這些長期邏輯可以存在，但短期價格可以由另一班人決定。有些黃金基金要面對資金流出，有些短線資金之前賺的太多要獲利，有些人用了融資，金價一跌就被迫減倉。有些投資者本來不是相信黃金，只是看到金價一直漲就跟着追進去。當這班人變成市場的邊際賣家，金價就會跌，甚至有人預測黃金會跌，做空黃金。所以黃金下跌，第一個問題不是黃金有沒有價值，而是今天賣出的人是誰？他是長期儲備買家在改變信仰，還是短線資金在撤退？這兩件事完全不同。如果你分不清楚，你就会把短線價格誤以為長線邏輯已經破壞。再往深一層看，這次黃金下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跌的不是一個普通資產，而是一個過去1年被很多人追捧的資產。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黄金需求超過5000噸，創下非常高的水平。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只是央行買金，也包括投資需求大幅增加。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在2025年增持801噸，是非常明顯的資金流入。這說明什麼？說明過去1年買黃金的人不只是那些慢慢配置儲備的央行，也不只是買金利放保險箱的家庭，很多金融市場資金也湧進去了。他們買的是什麼故事？他們買的是一個叫做貨幣貶值交易的故事。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美國政府債務太高，財政赤字太大，長遠一定要靠通脹、低利率甚至印鈔來稀釋債務。既然紙幣購買力會被侵蝕，那就去買黃金、白銀甚至其他硬資產。這個邏輯本身有道理。我也一直提醒大家，現金不是完全沒有風險，錢放在銀行表面上本金還在，但如果購買力一直被通脹偷走，你其實是在慢慢輸。
但問題是，當一個本來有道理的長期邏輯被太多短線資金同一時間買進去，它就會變成擁擠交易。擁擠交易最危險的地方，不是故事完全錯，而是故事已經被太多人相信。當所有人都站在船的一邊，船不需要撞到大石，只要稍微有一點浪，大家一起移動，船就會搖得很厲害。黃金這次下跌，很多人以為是避險失效，我反而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是，貨幣貶值交易正在退潮。大家不是突然不相信黃金，而是市場開始懷疑之前把黄金推得那麼高的那個故事，是不是太早、太滿、太擁擠了。很多分析會說，黃金跌是因為美國利率可能更高，這句話是對的，但如果只講到這裡，還是不夠深。黃金為什麼怕高利率？因為黄金沒有利息。你持有黃金就等於放棄了本來可以從美債、定存、貨幣基金拿到的收益。利率越高，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越高，這個是表面。如果我們再問深一層，為什麼利率會高？因為通貨膨脹上漲了，那不意味着鈔票貶值應該利好黃金呀。所以你看，表面漲跌的理由往往是傳媒用來解釋漲跌而忽悠大眾的胡扯。更深的一層是美聯儲其實在影響市場對貨幣的信任。2026年6月17日，美聯儲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在 3.5% 至 3.75%， 同時明確說通脹仍然高於 2% 目標，並且要維持價格穩定。市場看到的不是單純一個利率數字，而是一個態度。美聯儲現在不想讓市場覺得它會輕易投降，這件事對黃金很重要。因為黃金最強的時候，通常是大家對紙幣、央行、財政紀律都開始懷疑的時候。你可以說，黃金不是在對沖一個普通風險，它是在對沖信任崩壞。如果市場相信美聯儲已經失控，通脹壓不住，政府債務只能靠貶值解決，那黃金就會得到很大的支持。但如果市場短期重新相信美聯儲還有能力維持高利率，還有意志壓住通脹，美元仍然是最有信用的現金資產，那麼黃金身上的不信任溢價就會被壓下去。所以這一次金價跌不只是因為利率高，而是市場在說之前那個美元一定失控，美聯儲一定低頭，黃金一定繼續漲的故事暫時沒有那麼穩。這就是貨幣貶值交易退潮的核心。很多人會以為美元跌黃金漲，世界亂黃金漲，這些關係長期看有道理，但短期不一定這麼簡單。因為美元和黃金有時候不是同一對，而是在搶同一筆避險資金。所以你會聽到美元和黃金都是避險資產，但是避的是不同風險。當市場害怕的是貨幣體系長期不可信，黃金會有優勢，因為黃金不是任何一個政府的負債，也不是任何一間銀行的承諾。但當市场害怕的是短期流动性不夠，資產價格下跌，需要現金過冬，美元反而會變成最受歡迎的資產。你可以這樣理解，如果一個家庭擔心10年後紙幣貶值，他可能想買黃金，但如果明天就要交租、供樓、還債，他要的不是黃金，而是現金。金融市場也是一樣，當市场突然變得緊張，很多資金第一時間要的是美元現金，因為美元可以還債，可以補保證金，可以買美債，可以應付短期風險。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反常識現象，世界不安全，美元可以漲，美元漲，黃金反而被壓住。這不是黃金失效，而是不同種類的恐懼會流向不同的資產。長期不信任貨幣，資金可能去黃金；短期害怕沒現金，資金可能去美元。這個分別，很多普通投資者沒有分清楚，所以他看到世界亂，金價卻跌，就覺得邏輯破了。其實不是邏輯破了，是他把不同時間框架的避險混在一起。再講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點，黃金在危機裡面不一定一開始就漲，有時候它會先跌。為什麼？因為黃金很容易賣。在真正緊張的市场裡，投資者不一定賣最差的資產，他們很多時候是賣最容易賣、最有利潤、最有流動性的資產。這一點很反人性，但很重要。假設一個人突然需要一筆現金，他未必會先賣那件最不值錢、最難賣的東西，
他可能會先賣家裡最容易變現的東西。金融市場裡面也是這樣，黄金市場夠大、夠深、夠容易成交。如果基金需要現金，如果投資者要減風險，如果之前黃金已經賺了很多，黃金就會變成提款機。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危機剛開始的時候，股市跌，黃金也跌。不是因為黄金沒有避險價值，而是因為市場正在把能賣的東西拿去換現金。你看，土耳其、俄羅斯、阿塞拜疆、加納的央行都在最近拋售黃金，因為他們缺錢啊。等到第一輪流動性壓力過去，市場再慢慢回到到底什麼資產可以保護購買力這個問題時，黃金的長期角色才會重新被看見。所以你不要用一天、幾天甚至幾個星期的價格去判斷一個幾年、十幾年的資產配置邏輯。短線價格看的是誰最急，長線價值看的是世界最終還相不相信紙幣。那如果央行還在買黃金，為什麼金價會跌？這個是普通投資者最容易誤解的地方。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顯示，2026年第一季全球央行仍然净買入約244噸黃金，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它說明央行對黃金作為儲備資產的需求並沒有消失。但大家要明白，央行買黃金和散戶買黃金不是同一件事。央行買的是國家儲備，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配置。他們關心的是外匯儲備是否太集中，美元資產是否太多，地緣政治風險會不會令某些資產被凍結。散戶很多時候關心的是買完之後下星期會不會漲。這兩種資金的耐性完全不同。央行不會因為金價跌幾天就恐慌，也不會因為金價漲幾天就興奮。他們買金不是為了幫你拖住每天的價格，所以央行買金可以提供長期底層支持，但不等於金價每天都不能跌。更重要的是，當金價漲得太急，波動太大，一些官方買家也可能放慢節奏，等市场穩定一點再買。他們不是沒有需求，而是不需要追價。這個地方普通人要學，真正成熟的資金不會因為一個故事有道理就在任何價位追進去，他會看價格、看節奏、看自己的目的。如果你连自己買黃金是為了什麼都不清楚，只是因為新聞很熱，身邊很多人講金價一直漲，那你不是在學央行做配置，你是在学市场做追逐。這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號，就是白銀跌得更急。很多人只盯着黃金，但其實白銀是一個很好的放大鏡。白银有兩個身份，一邊它有貴金屬屬性，會跟着黃金和貨幣故事走；另一邊它也有工業金屬屬性，會受到製造業、太陽能、電子需求和經濟預期影響。所以當白銀比黃金跌得更急，市場透露的訊號就更複雜。這不只是大家不避險了，而是市场在同時拆掉幾種交易。貨幣貶值交易被拆，因為美聯儲變得更強硬；流動性交易被拆，因為美元走強，資金要現金；工業需求交易也被壓，因為如果市场擔心經濟放慢，白銀的工業需求預期也會受影響。你看，這就不是一句避險神話破了可以講完。真正的市場從來不是一條直線，它是幾股力量同時拉扯。黃金比較像貨幣信任的溫度計，白銀比較像貨幣信任加上經濟需求再加上投機情緒的混合溫度計。當兩個一起急跌，代表市場不只是重新定價黃金，而是在重新定價整個硬資產故事。所以回到普通投資者，這次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金價會不會再跌，也不是現在可不可以撈底，真正重要的是你到底買的是保險還是熱門交易。保險和熱門交易外表可以是同一個資產，但心態完全不同。你買保險不會希望明天家裡着火，你買醫療保險也不是希望自己下個月進醫院。保險存在的目的是當真正麻煩出現時，你不至於一次過被打垮。但熱門交易不是這樣，熱門交易追求的是買完之後很快有人用更高價格接手，他怕的不是風險本身，而是沒有人繼續追。很多人嘴上說買黃金是避險，行為上卻是在做熱門交易。金價天天漲，他覺得自己很有眼光。金價一跌，他馬上問是不是黃金不行了？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黃金當保險，他只是把黃金當成一隻正在漲的股票。如果你是這樣買黃金，金價跌只是早晚的測試，市場早晚會問你，你到底明不明白自己買的是什麼？我不是說普通人不能買黃金，我想提醒的是，你不能用錯的錢、錯的比例、錯的心態去買。如果你用短期要用的錢去買黃金，跌一點就害怕，那不叫避險，叫增加壓力。如果你用借來的錢去買黃金，想靠槓桿賺快錢，那更不是保險，而是把保險變成炸彈。如果你配置一個合理比例，知道它的作用是分散風險、對冲貨幣、信用和極端事件，你就不会因為幾天價格波動馬上否定整個邏輯。這件事對香港和亞洲投資者更加重要，因為港元和美元掛鈎，美國利率變化不只是美國人的事，美元強、利率高會影響香港流動性、按揭成本、企業融資成本，也會影響港股估值。所以黃金大跌不是單獨一個商品新聞，它背後反映的是全球資金正在重新比較幾件事：拿美元現金還是拿黃金，買有利息的資產還是買沒有利息的保險，繼續相信貨幣貶值交易還是先相信美聯儲可以維持高利率。這些資金選擇最後都會流到港股、中概股、中資股、房地產、債券和家庭資產配置裡面。如果美國利率維持高位，很多高估值、靠故事支撐、現金流不夠穩的資產都會受壓。但反過來，如果一些好公司本身現金流穩定、負債不高、估值合理，市場因為宏觀恐慌把它們一起拋售，對有準備的人來說，反而可能出現機會。這也是我一直想提醒大家的重點。不要因為資產跌就覺得一定差，也不要因為資產漲就覺得一定好。尤其是現在港股、中概股已經跌了不少，我反而覺得這對價值投資者來說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市場，甚至可以說這是價值投資者的天堂。為什麼？因為價值投資最喜歡的不是所有人都樂觀、所有資產都很貴的時候，價值投資者最喜歡的是市场情緒低迷，很多人不想看、不敢買、不願意研究的时候。港股和中概股這幾年被壓得很久，很多公司估值已經跌到非常低的位置。當市場一片悲觀，很多好公司被一起拋售，這個時候真正有眼光、有耐性、有方法的人反而可以慢慢找到好公司。這就是價值投資者的天堂，不是因為每一隻股票都值得買，而是因為錯價的機會變多了。問題是，天堂也不是閉着眼睛買，你要懂得分清楚哪一些公司只是被市场情緒錯殺，哪一些公司有真實現金流，哪一些公司有長期競爭力，哪一些估值已經給你足夠安全邊際。所以如果你看到港股、中概股跌了很多，心裡很想入場，我反而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但你不要只問別人買哪一支，你要先學會自己怎樣判斷。資訊欄裡面有我的10倍股公益課，你可以先點進去報名。這門課不是報名牌，也不是叫你追某一隻熱門股票，而是幫你先學會怎樣看公司、看估值、看安全邊際，讓你在這種價值投資者的天堂裡面有能力挑出真正值得研究的好公司。因為真正好的機会不是靠市场送到你面前，而是靠你有能力看得出来。你要看的是價格背後的價值。黄金跌要看它是長期邏輯改变還是短線資金撤退，股票跌要看公司盈利能力有沒有改變，負債壓力有沒有惡化，管理層有沒有問題。現金看起來安全，也要看購買力是不是慢慢被通脹侵蚀。投資不是在不同口號之間跳來跳去，投資是知道每一種資產在你的組合裡扮演什麼角色。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我不是要告訴大家黃金明天會不會反彈，也不是要大家現在買或者賣。我希望大家記住一個更重要的框架：黃金跌不一定代表避險失效，它可能代表短線利率壓力，可能代表美元正在搶走避險資金，可能代表貨幣貶值，交易太擁擠，市場正在洗走追高的人，也可能代表有些投資者需要現金。所以把最容易賣的黄金拿出來賣，你看同一個下跌，
背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如果你只看價格，你每天都會被市場情緒拉着走。如果你看得懂背後機制，你就不會因為金價跌幾天，馬上推翻整個資產配置邏輯。所以普通人真正要帶走的，不是今天金價跌了多少，也不是明天黃金會不會反彈，而是一套看資產的方法。黃金有黃金的角色，它不是用來每天追漲殺跌的股票，它更像一份保險。保險有用，不代表它的價格每天都漲，價格下跌也不代表保險失去作用。港股和中概股有港股和中概股的角色，它們現在跌了不少，對價值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天堂。但天堂不是闭眼買，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看懂公司估值、現金流和安全邊際。現金也有现金的角色，它可以讓你有流动性，在市场恐慌時有選擇權。但如果通脹一直侵蝕購買力，現金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所以投資最重要，不是把所有東西都分成好或者不好，而是知道每一种資產在什麼情況下有用，在什麼價位有吸引力，在你的組合裡應該負責什麼任務。很多人輸錢不是因為完全看錯大方向，而是方向看對了，方法用錯了。他看对黄金長期有價值，但用短炒心態追高；他看对港股便宜，但沒有耐性，慢慢挑真正好的公司；他看對人工智能很重要，但買在估值已經太貴的位置；他看對通脹會侵蝕現金，但用槓桿去買自己承受不了波動的資產。方向對不代表結果一定對，中間還有價格、比例、時間、風險承受能力和紀律。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說要投資先求知，因為市場每天都會有新故事。今天是黃金，明天可能是美元，後天可能是港股、人工智能、房地產或者債券。故事会变，但判斷框架不應該每天變。黃金跌，真正要小心的不是黃金，而是你用錯方法理解黄金。如果你把它當股票炒，它會變成壓力；如果你把它當信仰追，它會變成盲點。如果你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控制好比例，明白它是資產配置裡的一種保險，它才真正有用。投資不是追逐每一個熱點，而是在每一次市場波動裡看清楚誰在恐慌，誰在套現，誰在等待，誰有真正的耐性。能看懂這一點，你就不會被金價一天的漲跌牽着走，你會開始用投資者的眼光去看整個世界的資金流向。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再見。